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操作的是这个黑芝麻馒头哦，因为我们知道黑芝麻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。那我们今天就把黑芝麻先磨成粉，然后添加在面粉里面做成这个黑芝麻馒头。那在操作之前，欢迎你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再按赞，同时打开小铃铛。那我们换个位置来操作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边介绍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材料，然后边操作。这里是500公克的中筋面粉，那这个是5克的发酵粉，我们把它倒进来。再来，这个是40克的砂糖。再来，这个是100公克的黑芝麻粉。那我们现在的主要材料就是中筋面粉500公克，加上黑芝麻粉100公克，所以它的粉类就是600公克。那我们先把它稍微搅拌一下。我们刚才有讲我们的粉类是600公克，所以原则上我们的水应该是在300 CC 左右。那我们先分批次把它加进来，然后边加进来边把它搅拌成大面絮状。我们先留一些啊，然后等一下视状况再加入。好，这个芝麻粉非常的香哈。好，看这个样子，它是水分不够，那我们把它剩下的把它加进来。因为芝麻粉本身它粉类它会吸水啊，所以我们在算水分的时候啊，要把它稍微算进来。好，现在成为大面絮状了。那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盆稍微擦一下，然后把筷子拨干净，然后我们开始用手来搓揉，然后搓的同时把我们的工作盆把它擦拭一下啊，把它擦干净。那现在有一个要诀要提醒各位的，就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黑芝麻颗粒啊，它本身比较不会去吸水啊。我们如果和进来的时候，它本身不会吸水，那所以我们水分的算法啊，就用单纯面粉就好了。如果你今天用的跟我一样是用粉状的啊，已经研磨成粉的，它的结构已经破坏了，所以它会吸水，那我们就要考虑到水分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混合搓揉，搓揉的时间一样是抓8分钟。好，我们经过8分钟左右的搓揉，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。啊，我们的手是光滑的、干净的，面团也是光滑，我们的工作案板也是光滑的。那我们把它放到工作盆里面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等待它做一次发酵。一次发酵的判断就是现在面团的2倍大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Hello， 我们的面团一次发酵已经完成了，已经膨胀2倍大了哈。那我们把它取出来，首先一样在工作案板上面抹一层粉，我们把它取出来。好，我们开始做排气的动作。排气的动作一样做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经过5分钟左右的搓揉，我们的排气动作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把它搓成长条形，我们把它切成12等份哈。那我们在上面稍微撒一层粉，好，防止它粘黏。那我们现在把它稍微搓成圆形哈，用右手的食指啊，把我们的面剂子往里面拨，然后用我们手掌这块地方往下压下去，拨进来，压下去，这样子，啊，然后操作个差不多10几下，10几20下就好了，啊，那我们确保外面是光滑的，表面这边是光滑的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做缩口，然后把它搓成一个圆锥形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黑芝麻馒头。那我们已经把它搓圆了，那放在蒸笼上面。那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在我们的蒸笼里面啊，那盖上盖子，
那现在蒸笼里面的水是冷水哦，没有加热，就是常温水。那今天的室温差不多是30度，我们预计2次发酵应该在15分钟左右就完成了。好，那就是判断就是现在这个馒头的1.3倍大左右啊。那我们盖上盖子，等一下回来。Hello， 我们的馒头经过15分钟左右的发酵，那现在的馒头已经膨胀1.3倍左右了。那我们现在盖上盖子，开大火下去蒸啊，等它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，15分钟一到，那我们关火，再焖个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。Hello， 我们的黑芝麻馒头已经蒸好了，哦，它会慢慢的回弹回来啊。那芝麻的味道还真的蛮香的啊。那我们来拆开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啊，它的结构是蛮绵密的。那我们来试吃一口看看吧。还真的蛮 Q 的啊！那你在咀嚼的时候，那个芝麻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哦。那芝麻对身体的好处，坦白讲，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黑芝麻馒头，你当然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看看。那如果有什么任何的问题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，那我们来一起研究解决。那最后还是希望你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同时打开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